这样啊，那也没办法。不过等我回到光启市出演中场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来哦，我会给你留个最好的位置。谢谢，我会好好准备演出的。我没看错吧？是你吗？是你吗？不这么大声，怎么表达我的激动啊？你还真是学坏了，居然让阿欣配合你搞这种突然袭击。幸好我眼尖，一眼就看到你了，不然还不知道你们准备把我骗到什么时候。好，我们大小姐说什么就是什么了。不过你之前不是说工作忙吗？怎么突然有时间过来了？什么？你难道不打算看我的首演吗？我马上找人给你留座位，等下就把票给你。不过我一会儿还有一个小采访，我让人下去接你吧，你可以在房间等我。我已经跟人说好了，你不许反悔哦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嘿，票给你。啊，你在看我的剧本？刚才是不是还说了什么演技？毕竟 Jessie 是在法国出道的，在这里总归有些粉丝吧。而且《玫瑰之吻》还是我出演的第一部主角，时隔3年重演，也算是个噱头。因为你从来没问过呀，这也能怪我？真的？原来我对你这么重要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抽时间好好给你讲一下这部音乐剧的事吧。不只是这部剧，还有我在法国遇到的其他事情，吃过的好吃的，玩过的好玩的，我都带你去经历一遍，好不好？你是不是担心我的时间排不开？既然大小姐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喽。
不过，至少今晚我们得一起出去吃饭吧。实不相瞒，刚才接受采访的时候，我满脑子都是要带你去吃什么。那就事不宜迟，向餐厅进发。这个街道我知道，我带你去。没有店名的话有点难办，我努力帮你找找吧。打住打住，怎么说来说去都是和工作有关的地方啊？好吧。你在叫我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这个店铺看着有点眼熟，但一下子又想不起来了。很遗憾，没有。你在乱喊些什么呀？也没什么，就是你找的这个街区，我以前住过。你说的裁缝铺我也知道，离我当时的家不远。午休的时候，我总能听到老裁缝踩缝纫机的声音，就和以前在光启室一样。不过，我们已经见不到那位老裁缝了，他在4年前过世了。那你先休息几天吧，之后的事情我们之后再讲。对了，要不要我帮你按摩一下？我会的可比你想的多多了。来，快坐好，我帮你好好按一按。是这边吗？是有点僵硬。看来你今天确实累坏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向你保证，等我按完后，你一定感觉焕然一新。才没有夸张，我可是掌握了按摩的独门秘籍。你觉得好奇吗？是之前在剧团的一位老团长教我的。我以前在剧团经常受伤。他总是很认真地帮我处理伤口。有一次我不小心拉伤了，他就教了我如何按摩恢复。我当然很感谢他。我在法国这几年遇到了很多对我很好的人，有机会的话，我想带你去见见他们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对我当然很好了。
怎么连这个都要争？好吧，那我来隆重宣布一下，你是全天下对我最好的人。不是你让我说的吗？怎么又不高兴了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害羞了。好了好了，我不说了，你先手下留情。坐下吧，我们继续。困了吗？那就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，没关系。等会儿我会叫醒你的。包在我身上。我加入剧团的时候还只是一名高中生，你也太看得起我了。不过，为了不让你失望，看来以后我得更努力才行啊。到了。这个主演叫 Lance， 是老团长的孙子。他是附近有名的花花公子，你可以不用搭理他。那边的皇后叫 Emily， 侍卫叫 Gino， 最里边的那位是 Swan。怎么了？尤德团长，好久不见。啊，因为他说想看看我以前演出的地方，所以我就决定先带他过来一趟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别吓到他，有什么问题冲我来。那个，我排练时摔倒，不小心穿反戏服的照片就不要给他看了啊！你就当没听到嘛。等一下我就过去找你，记得千万别看啊！
我来了，你们在聊什么呢？你这家伙，是不是只会出现在有女孩子的地方？你留了他的联系方式吗？又不是小孩子，哪有这么交情？是，遵命。怎么？我看到了，那个号码是 Lance 的。你不是说没有留他的联系方式吗？什么事情？我不能帮你吗？以前在剧团的时候，我见过好多女孩子，她们跟 Lance 总是有说有笑的。但最后几乎也都是哭着跑出剧场。我不想看到你受伤。不过，你也喜欢那样的花花公子吗？如果不是这样，那只有他能帮到你的事是什么？什么？就是吃醋了。就是吃醋了呀。你对我有了秘密，而且这个秘密还和别的男人有关，所以我不高兴了，不可以吗？照片。你说的那张照片已经找不到了，没办法，我只能自己给你重现一下了。也没有吧，不过我当时遇到一些事情，确实心情不太好。怎么办？我好像忘了。也许因为那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吧。我之所以拿走那张照片，也是觉得没必要留张臭脸给剧团的大家看。只可惜没想到，有人会这么想看我生气的样子。看来我平时是对你太笑脸相迎了呀。了解我。哦，我懂了，你也吃醋了。这样吧，我们来拉钩，好不好？你还想知道些什么？不管是 Jessie 的事，还是夏明星的事，只要是我汤圆能回答的，我一定知无不言。等我回答完这些问题，你就又是全天下最了解我的人了。说到做到。那么，请开始你的第一个问题。
哇，还请女侠手下留情。你说的对，那还是优先工作吧。不过等你忙完了，一定要马上告诉我，到时候我再带你好好在巴黎玩一圈。你回酒店了吗？今天忙不忙？辛苦了，好好休息吧。对了，明天我会进行最后一次彩排，后天有一天假期，到时候我去给你帮忙好不好？虽然在专业的事情上我帮不了你，但跑跑腿、打打杂之类的总没有问题吧？没关系。看着你，我就不觉得累了。总之，你先睡吧，等我彩排结束再联系你。晚安。好消息，我的彩排已经结束了。你还在工作吗？要不要一起去吃晚饭？我珍藏了好多家好吃的店，想跟你一起去。怎么又晚了一步？那我等下买点零食去探班吧，之后再送你回酒店。好吧，那我明天再过去找你。你已经睡了，可是……可我之前给你打电话你都没接，我有点担心，还去酒店找你了。我敲了很久的门，你也没开。没有。我知道你不想让我担心，但也不要骗我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
有点烫，你又骗我。带你去医院。谢谢，我先把他带回去了。生病了不知道休息，累了不知道睡，吃药还嫌苦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怎么还像个小朋友？纠正一下，年龄和成熟与否没关系。等你睡着了我再走，免得有位狡猾的大朋友又骗我。你是说，跟你一起睡？现在跟小时候怎么能一样？你听我说，我早就不是那个需要你保护的小孩了。如果我不希望你离开的话，你看，这样你是不是完全动不了了？我长高了很多，力气也变大了，思想也变得更成熟，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更依赖我一些，不要什么都瞒着我，不要总是一个人扛着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好像确实没什么不一样。毕竟我一直对你……睡着了吗？睡吧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终有一日，我会变成你最痛恨的模样。为了荣光、尊严或生存，
是有一点，请不要怀疑。请你相信，我对你的心永远都不会变。这2天，你有没有感觉自己有什么变化？快说来听听。哇，竟然被你发现了！我还特意用了化名寄件，这你都能猜到是我。是啊，明明很有创意，好不好？真是逃不过你的法眼啊！那你有没有发现，这个千里迢迢来到你身边的可乐瓶盖有什么特别之处？答对了，它是我的幸运瓶盖。我觉得啊，就是这个再来一瓶，在冥冥之中保佑我，让我顺利完成了昨天的演出。唉，你不知道，昨天我超级倒霉的。前一晚看剧本看到睡着，结果姿势不佳落枕了。离开酒店房间的时候，走廊消防灭火系统失灵，喷了我一身水。紧接着，服装老师又打电话通知我，服装间里进了野猫，在我的表演服上留下了几个脏兮兮的脚印。是啊，我都开始担心会不会有更倒霉的事件在舞台上发生，我的英名就此毁于一旦。直到我演出前，在自动贩卖机里买了一瓶可乐，发现瓶盖上有再来一瓶的记号，于是我就默默许愿，拜托了，请把这次的幸运延续下去吧。当然了，这次的舞台表演比当初的排练还要好，是最完美的一次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也看到了你这几天加班的朋友圈，我知道你正在经受工作上的考验。我不是设计专业的，也帮不上什么忙，但我想，说不定这个幸运瓶盖能把我在舞台上的好运传递给你。喂，我们之间还客气什么？还有啊，要是有我能帮得上的地方，一定要马上告诉我。要记住，现在换我罩你了。